小美，你来瞅瞅，这个是生孩子住院的账单，报完了总共是花了6600块，咱俩一人出3300，看在你累得像狗一样的份上，就转给我3000块钱就可以了，可别跟我耍赖，咱俩当初可是说好的要 AA 制的哦。李健，你这做法简直不是人呀！你不晓得女人生孩子是过5关斩6将吗？我刚为你生完孩子，你不关心我就算了，竟然还跟我 AA， 想让我出一半的住院费，生个孩子也得 AA 制吗？我们当初不是说好，家里所有的开销咱俩各付一半，谁的工资谁管，生2个孩子，一个跟你姓，一个跟我姓，所有的开销也都一人一半。我觉得这个办法很公道，很合理呀。以前咱俩一直都是 AA 制的，为啥你生孩子就不想 AA 制了呢？再说了，你生的孩子也不是专门给我生的呀，那不是也为了你自己生的吗？我看你就是看了太多乱七八糟的电视节目。你别跟我说什么在我这也说不过去。既然我们当初就说好了轮流买单，那就必须执行到底。可以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不和你吵了。等下我就给你转账。你打电话通知婆婆了吗？她啥时候过来？我大概后天就能出院了，你叫她赶紧过来吧。我妈在家里忙得焦头烂额的，估计来不了了。坐月子你就只能靠自己了。这次你生了个丫头片子，等你下次生了儿子，我再让我妈来照顾你坐月子吧。咋的？就因为我生了个丫头片子，你就不让你妈来照顾我坐月子了吗？这都啥年代了呀？你们家是有皇位要继承吗？非得一直生男孩吗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们农村那边，假如是谁家要是没儿子，邻居都会笑话的。如果要是让他们知道你生了个丫头片子，他们肯定会说我家没男丁。到时候你让我妈的老脸往哪里放呢？你就生了个丫头片子，哪来的面子让我妈来照顾你坐月子？还想让我妈大老远从农村老家跑来伺候你，我看你做梦去吧！我都没好意思跟我妈说这件事，我都替你害臊。你哪来的胆让她来伺候你坐月子？在我打算生孩子之前，你妈亲自跟我保证过，只管生，生了之后什么都不用我操心，一切交给婆婆搞定。这可是婆婆亲口跟我说的，咋能说话不算数呢？生孩子本来就是你做儿媳妇的责任和义务，但照顾你坐月子并不是我妈的责任和义务。你要是不想生，就给我滚蛋！我把你娶回来就是生孩子的，不然我把你娶回来干什么？我可是堂堂名牌大学毕业的博士生，娶你这么个普普通通大学毕业的，是你赚大了。如果你再生不出儿子来，那我要你这个婆娘还有啥用？当年我能看上你，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难道你娶我就是为了给你家延续香火吗？现在生了个女儿，你们一家子就这样对我，难道女儿就不是你们家的后代了吗？你们还有一点良知吗？要良知有啥用？良知能给我生出儿子来吗？你还不是给我生了个赔钱货？你坐月子这阵子，我们家没人会去照顾你的，你要么让丈母娘过来照顾你坐月子，要么就去月子中心。不过去月子中心的钱你要自个掏，我可不会掏钱的。当初我不听父母劝说，非要跟你结婚，已经够让他们操心的了。你让我咋好意思让我妈再来照顾我坐月子呢？要是让他们知道你们这一家人是这种德行，他们还不知道的咋伤心呢？去月子中心你凭啥不出钱啊？你不是还信誓旦旦的要说 AA 制度走到底吗？咋的？现在想不付钱去月子中心了吗？难道丫头片子就不是你的心肝宝贝吗？你不是孩子他亲爸吗？这能一样吗？咱俩之前定好的 AA 制是指家里的日常开销，我不碰你的钱，你也别想薅我一根毛。当初咱也说好了，俩孩子一个跟你姓，一个跟我姓。你现在生的是丫头片子，肯定是跟你姓的，那跟我还有啥关系呢？难道是我上辈子欠你的吗？你可是孩子的亲吧？就算她是女儿，那也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啊，那必须得一人一半啊。咱俩当初说的 AA 制度肯定得坚持到底。不过当初说好的生俩孩子，一人跟你姓，一人跟我姓，你现在生的是闺女，肯定跟你姓啊，那自然就得你养了。以后我肯定得养儿子，所以养闺女的钱都得你自个掏了，当然也包括你坐月子的费用了。今儿个算让我看明白了，你那张丑恶的嘴脸，当初是我眼瞎了，把狗认成了人，才会嫁到了你这个破烂不堪的家庭。我就纳闷了，你当初为啥一直强调要生俩孩子，有一个要跟我姓呢？哎呀妈呀，原来你是在盘算着这茬，要是生个闺女，你们家就撒手不管。我还以为你让一个孩子跟我姓是疼我的表现呢，原来竟然是这种阴暗狡黠的想法。
你生的女儿我们家才不要养，我们家只养男孩，女儿长大了都是别人家的人，就跟你一样，嫁出去后就帮不上家里了，这事就这么摆上钉钉了。没错，我真是蠢得像头猪了。当初被你忽悠扯进了今天这摊烂事，也是我自找的。谈恋爱的时候你就坚持 AA 制，我还以为这是婆婆教你过日子的经验呢，没想到这却是你自私无耻的标志。你这么说可是有点冤枉我了，我又没亏待过你，是你自己没本事生了个丫头。要是你生了个儿子，我肯定乐意掏钱，还会让我老妈来伺候你坐月子。谁让你生的是丫头呢？所以只能你自己来养了。何况在平时的生活中，我也没占你什么便宜啊。平时的花销都是 AA 制，我又没让你多出1毛钱，你这心里有啥好埋怨我的？我可不觉得我做错了啥啊。你没错，错的是我，我错在不应该认识你，更不该嫁给你，要不然也不会落得今天这般境地。为了嫁给你，我跟我爸妈闹翻了，怀孕后期炒老板鱿鱼了，又没了收入，都靠以前的工资在撑着。现在孩子呱呱落地了，你瞅我生的是闺女，就弃之不管，让我一个人养，你这种行为还算是人吗？这也不能赖我呀，当初你自己点头答应的，结婚后 AA 制也是你松口的，生俩孩子，一个跟你家姓，一个跟我家姓，你自己亲口答应的，不会现在想反咬我一口吧？当时我确实没啥意见，但你也没说要是生了闺女就让我一个人养呀，你可真行啊！俗话说虎毒还不食子呢，你这个操作真的让我惊呆了啊！事情都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，现在说啥也都是白搭了。我已经看清你的本来面目了，你赶紧闪人吧！我现在不想看见你，我得好好琢磨琢磨，接下来我该咋办？还有个事情和你唠叨，你家闺女的满月酒你准备摆吗？我妈都跟我说了，如果你要摆满月酒，可不能把场子设在我们家里，只能回你老家摆满月酒。但咱话说回来，收的红包得给我1半哦。去你的！见过不要脸的，就没见过你们家这么不要脸的。这时候你还惦记着这些钱，现在我见到你就烦。当初我的眼睛是不是被屎糊住了？怎么就会看上你了呢？现在说那些话还有啥用啊？还是想想以后吧。你得赶紧把身体养好，争取早点给我们李家生个儿子传宗接代，这样我们全家人才能瞧得起你。想让我给你生个儿子，再生个女儿可咋办呢？是不是还让我养呀？你妈会不会来照顾我坐月子啊？那当然了，生姑娘你自己说了算，我们李家只认男孩，姑娘都是嫁出去给别人家养的，我们家才不伺候别人家的孩子。亏你还是个大学生，生男生女可不能完全靠女人的，连这你都不懂。我生闺女那是你没本事，还好意思在这儿瞎嚷嚷？你给我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，我现在瞅你一眼，昨晚的剩饭都能给你喷出来，你真的让我觉得膈应的慌。我还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让人起鸡皮疙瘩的人。聊着聊着，干嘛开始问候别人祖宗18代了呢？真是没一点人情味。伤心欲绝的老婆连眼都不看李家一眼，直接带着女儿回了娘家，心里头懊悔的不得了。当初咋就瞎了眼，嫁给了现在的老公？回娘家的这段日子，老公也没给她发个信息、打个电话啥的。思来想去，小美就跟李健提出了离婚。面对这种男人，朋友们，小美这样做有错吗？